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风靡一时的甲亢哥。这甲亢哥啊是一个美国网红啊，今年只有20岁。他早年出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还挺不幸的童年啊。他在这个监狱里头给人在这个厨房里头帮工，还当过服务员啊。那么2016年，也就是他11岁的时候啊，他在网上开了一个账号 YouTube 上，干什么呢？就直播打游戏。好吧。这也是专门的一个赛道啊！你看，那 B 站上也有很多人专门直播打游戏啊，还有很多人看哈。我是不太理解啊，那打游戏呗，就自己打，还有人专门喜欢看别人打游戏啊。但是这个赛道啊，竞争也比较激烈，所以他搞了5-6年啊，也没有多少粉丝啊。到2021年4月份的时候，他的关注者呢，一共也只有10万。但是从这个4月份到6月份，2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一下子就爆发性的增长到了100万关注者，那可不得了啊，这破圈了啊！我们做 YouTube 都知道啊，那从10万到100万，那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天钱，是吧？他这2个月的时间就做到了。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跟中国还有点关系。他当时啊，跟中国的一个网民连线啊，连线的过程中，对方就给他唱了一首歌，叫《阳光彩虹小白马》。大张伟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旋律挺简单的，最后就唱起来了。结果这个词一唱出来啊，这甲亢哥就立刻就破防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在英语里头有点类似于这在美国是个禁忌的词啊，那就是相当于黑的意思。只有在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时代，白人骂黑人的时候才叫。那他就不明白了，说中国怎么唱的一首歌里头反反复复唱呢？这还得了？他当时就表情非常夸张啊。后来呢，他就搞清楚了啊，其实中国这个歌曲并没有搞种族歧视，人家就是这个那个的意思啊。他搞明白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他还经常来唱这首歌啊。正因为这件事情，他一下子破圈了。当然了，这个甲亢哥啊，在我看来啊，他的镜头前面的表现呢，也确实非常自然。你想想，从11岁就开始直播啊，那算是直播的老手了。再加上他表情很夸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啊、神态啊，他都比正常人要夸张好几倍。同时呢，他身手也比较敏捷呀、他一个拿手的姿势就是后空翻，到哪儿去啊？一看啊，一激动就是一个后空翻。Ladies, watch this. 对呀，他在这个2021年6月份火了之后，又用半年左右的时间，自己的这个 YouTube 的账号又增长到了1000万。后来啊，到2024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2-3千万的关注者了，这个不得了啊，已经是一个超级大网红。就在这个时候，他踏上了全球寻访之旅，带着自己的直播团队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即时性的进行直播。Finally in Brazil. Brazil, we gotta turn up, bro. Hey, bitches speaking and we up in Brazil. Speaking Portuguese and we in fucking 这直播的过程中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剧本啊，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遇到什么人呢，他就随机的跟这些人进行交流。从南美洲到欧洲啊，这过程中间曾经碰到过抢劫，然后也碰到过各种各样尴尬的事情啊。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呢，他的直播格外的吸引人，因为直播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嘛。今年的3月23号，这甲亢哥来到了中国，第一站就是中国的上海。这甲亢哥到了中国的上海之后啊，他也开始跟过去的直播一样，整个直播6个小时的时间啊，刚一上去啊，他就遇到了一个脱口秀的演员。 We're here in China. Oh, oh yeah.
Yeah. We really in China right now. Ni hao. I see you before. What's my name? I speak. You actually know me. Yeah. How do you know me? Yeah, I watch the YouTube, you know. You do? Yeah, I follow. I thought y'all didn't have YouTube here. Yeah, I can see. You know, in Chinese, many websites will. All right, bet, bro. Yeah, you the first dude who recognized me, bro. What's your name, bro? My name is Jason. Jason, bro. All right, shout out to Jason, bro. Hey, please, man. What? To introduce me. What? Actually, I do stand up. I'm a comedian. All right, bet. Make a joke for me real quick, bro. Make a joke. I use in Chinese. Yes, it's fine. It's fine. 就是那个 What? 双方的这个沟通挺有意思的，而且甲亢哥都知道中国有互联网又强啊。然后紧接着呢，他还跟那些上海那些市民在一起跳舞啊。Okay, shake the booty, shake the booty. All right. Yeah. Okay. Yeah. All right. Yeah. Yeah, 就是我。 What? 2, 3. Two. Thank you, man. What are you, a dancer? Yeah, I'm dancer. 还去了相亲角，哎，这相亲角挺有意思的啊。 Girl is looking for her husband. 那公园旁边男女的在那个地方互相找对象呢啊。其中有一个女的拿出一个牌子来说， She wants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do the Capable of backflip, had a healthy skin color, and had an interesting personality. Okay. I believe that's you. Wait, is this real? 要找会后空翻的，然后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人，那不是对上了这个甲亢哥吗？ Can you? Yes, I can do a backflip, and I have healthy skin, and I have an interesting personality. It's you. Wait, so you want to marry me? Yes. 人家这个女孩就说愿意嫁给甲亢哥，还来了2个女孩上去就把甲亢哥给扛起来了啊！当然了，我知道这个情节肯定是设计的啊，哪有这个女孩现场写的这些标准，肯定都跟甲亢哥完全对得上呢，对不对？而且一问他愿不愿意嫁给他，他就愿意嫁给他呢，是吧？这肯定是事先设计好的桥段。紧随其后啊，他们又到上海其他地方啊，跟现场的那些粉丝一起来欢声笑语，唱起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最后呢，还在一个体育馆里头遇到了谁呢？遇到了那个正能量的一个歌手啊，叫王嘉尔。你好嘛 Jackson, nice to meet you. What's good, bro? How you doing? Doing some ping pong over there. Wait, you about to do some ping pong? Yeah. All right, man, let's get right. Okay, man, let's go. Team. Hey, Team Togo. Okay. 这王嘉尔跟他在现场还打起了乒乓球啊。那么最后，由于他在上海那一天呢，他在全球的粉丝关注数啊，差一点点就到3700万了。 37 million, everybody coming to celebrate. Oh my God. You about to hit 37 million. 所以很多现场的观众就一起给他拉粉丝，最终呢，就在上海粉丝的见证之下，他实现了3700万的粉丝达成。 I'm about to hit it. I'm about to hit it. The police is coming again? 37 million! Let's go! I'm a fan. 37 million! 离开上海之后呢，他就到了北京，在北京呢，他去长城、逛故宫、喝豆汁儿，是吧？那这是老北京的那一套啊。然后呢，又去了河南的少林寺。据说啊，他来中国之前看过那部电影，叫做《少林足球》吧。China. Damn. Dog. China. 所以很向往少林寺啊。但是到了少林寺啊，好像一开始啊不太行，被人忽悠了啊。有一个人拿着茶碗啊，也没有给他也太多的那种戏啊，进到少林寺里都不知道去找谁呀、结果晃荡了2个小时之后，突然来了一个梁师傅。这梁师傅据说是人家当地文旅集团的。 You master? Yep. You master? No. No. Wait. 人这个人会讲英文，同时功夫了得啊！现场到了之后，开始给他展示这个少林功夫啊。甲亢哥一下子就被征服了，人家那个表现的少林武功，咣拿棍子一砸，这就折了。他也要去学啊，结果学的过程中，那个徒弟上去一棍子把他给打趴下了。让他见识到了这个少林武术真正的魅力啊！
人还拿那个尖枪扎喉咙，他看了看之后，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没敢扎。那么少林寺的这一段，我个人觉得确确实实还是打动了很多中国的网民。为什么呢？就这个甲亢哥啊，平时走到哪儿给人感觉都是嘻嘻哈哈的，但是那师傅啊，到他现场之后啊，他一下子沉浸的就进入到那种特别认真的状态，炸 Like this. Yeah. 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那么这种认真的状态之后呢，让人特别容易观众一下子跟他进入到了那种场景。所以我就说甲亢哥啊，你别说直播过程中间的各种拿捏和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啊。然后离开少林寺之后呢，他又去了成都，又去了重庆。重庆火车钻那大楼，他在旁边看着啊，特别兴奋。然后重庆的那些大楼啊，流光溢彩啊，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紧接着他又去了香港，又去了深圳，又去了广州。在深圳的一艘游船上啊，你别说，他还正好遇到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由于啊这个比较年轻啊，她是自己的声音总像一个10岁的小孩，她自己特别苦恼，她就说别人因为她的声音太像一个小孩子了，不喜欢。结果他跟甲亢哥现场聊起了天儿，甲亢哥还开导他。Well, nah, don't listen to them. Laugh at you. Don't listen to them. See, look, in this world, honey, you gotta understand that. 说外界的人呐，喜欢不喜欢我们自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好你的自己。你别说，这段真情对白啊，还真就打动了很多人。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其实一个网红啊，之所以能够在网上吸引大家的关注啊，本质上来讲，还是他有一种价值观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所以你看，甲亢哥虽然平时以搞笑啊夸张的表情啊来吸引人的关注，但真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啊，遇到那种生活烦恼的时候，他那种真诚劲儿啊，你别说，还真的挺动人的。这甲亢哥啊，在中国啊，一共是做了6、7场直播，每场都是6、7个小时啊，据说同时在线的人数都有10几万呢。而且他在中国这期间啊，粉丝数增长了100多万。好像最近啊，4月2号还是4月3号，他离开了中国。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场，就是遇到了那个大张伟，在湖南长沙，2个人一起唱起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今天啊做这个节目啊，肯定不是为了讲甲亢哥啊在中国做的这些直播啊，因为这直播在网上都有啊，大家也都看了啊。那么我看完这些直播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的是啊，你们各位觉得甲亢哥是不是中国请来的大外宣？是不是中国政府跟他中间有一些密切的合作？我不知道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自己的答案是啊，真的是有。中国政府跟甲亢哥之间啊，这一场直播啊，绝对是背后有着一个非常缜密的合作计划的。为什么呢？大家听我慢慢来讲啊。首先第一个方面，甲亢哥作为一个美国的超级网红啊，他到中国来要做直播，又是在 YouTube 上，你想一想，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首肯，能做得了吗？别说别的了，首先是防火墙啊，对不对？他没有 VPN， 他直接能做 YouTube 直播？做不了吧？更何况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做直播，然后周围有那么多老百姓可以随时跟他互动，你想一想，这中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配合，一般的外国人能做吗？别说外国人了，中国人能做吗？中国人也不能随便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甲亢哥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去做直播的时候，外围的保镖，在外围的时候都是中国的警察。 What else, Sat? You a dancer? Yeah, up there. You can see the real true city. Yeah, but at least you like. Oh, leave. Okay. 那你想想，如果没有中国政府跟他之间有一种默契或者说合作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做不到的啊。那么甲亢哥呢，现在实际上他也是个非常严密的商业团队了，大家可以去他们的那个网站去看啊。甲亢哥现在有4个经纪人，有一个公关经理，还有一个负责公众形象的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化团队了。包括你在直播过程中有一些什么露出，有一些商业合作，他们都有报价。所以在我看来啊，甲亢哥到中国这次来，一定是跟中国政府啊精心合作的这么一个产物，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为什么说他是精心合作的？你可以看到啊，甲亢哥在中国的那些所有的直播啊，
看似漫不经心，但其实啊，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中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你就比如说在上海吧，在上海的过程中，他不是遇到那个王嘉尔吗？他怎么就会在那个体育场里头呢？到那个体育场里头跟他直播偶遇的时候，在一个篮球馆里头摆着一张乒乓球的桌子，篮球场中间呢，这都是事先规划好的。否则的话，那王嘉尔怎么会出现在那个健身中心？怎么会在篮球场中间摆了一对那个乒乓球案子？是吧？谁给他弄的？对不对？这都是事先摆好的桥段。包括他去少林寺，一开始2个小时寻寻觅觅也没遇到人，然后最后呢，梁师傅突然出现了。You master? Yeah. You master? Hey. No. 那梁师傅人家是文旅集团的梁师傅啊，又会英语，然后那个少林功夫又特别好。那我去少林寺旅游的时候，我咋没遇到这个梁师傅呢？我怎么遇到都是那些水货呢？是不是？你想想，这后面都是有人在精心帮他设计这些桥段，而这些桥段都是政府给他提供的。还你比如说，他到了广州去参观那个比亚迪的仰望，那仰望开在水里头，那仰望一辆车现在可不得了啊，200-300万人民币啊。那你说一个网红在现场能试驾仰望，就能试驾仰望，对不对？然后他包括做那个无人机，那4个爪的无人机，那这些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官方调动资源的能力，他平均2天就搞一场直播，他从重庆光到香港到深圳，一下到广州，这个东西谁能帮他联系成？他到那南美洲的时候，我看他遇到那些抢劫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政府去给他调动这些资源呢？对吧？这些东西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资源做保证，给他把这些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所以他才能够呈现出节目中间这么紧凑的直播效果。别说别的，就包括他去华为的那手机店那个里头那些内容也是如此啊。大家还记得吧？他在直播过程中间有一个细节，有一天在直播的时候，在车里头突然有一个人冲他喊 Greetings from Xi Jinping, man. What? What is he fucking saying? 他当时一愣，他这个好像有点没太搞明白，或者说他听到习近平这个几句话了，好像是有点不知所措啊。在我看来，这些桥段都是精心设计的。在中国，哪一个人敢对一个外国人随随便便喊习近平，然后欢迎你？在他那个直播的过程中，你要知道，这中间最里层是一层保安，把一般的人都给隔开了，然后外面还有中国的警察。哪一个中国人到他那个地方能冲他喊习近平啊？他不怕那警察把他现场给他抓起来啊？所以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精心策划的，都是精心策划过程中间的一个桥段。只不过这里头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大的环节是摆的，就是一个6个小时的直播，这个中间主要的桥段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但是中间有一些随机性的项目，这些随机性的项目碰到路人是完完全全可以用他自己随意交流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它这叫大摆小不摆，这个直播高明就在于此啊。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如果你要是把它直播的内容你再仔细剥离一下，你会发现也是存在着非常精心设计的这种路线。怎么呢？你看它这个直播啊，展示中国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悠久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故宫啊、长城啊、少林寺啊、中医啊等等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这一面嘛。到了长城之后，哇呢，然后到了故宫，后空翻是不是被震撼了，是吧？整个的啊。这是一类。第2类呢是展示中国技术之强大啊，到了个隧道里，we're lagging. 哎呀，这没有信号了，是吧？哎，突然又有信号，哎呀，没有断线呢。We're actually not lagging? Yo, China's crazy. We're underground and we're not lagging. 中国牛啊 ，crazy。是不是中国 crazy 疯狂，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广东那边，又是跟机器人跳舞，又是这个比亚迪仰望，又是无人机，又是华为的手机，这是展示当代中国这个强大经济力量强大的这一面。这是第二类。第3个就是展示中国老百姓跟他友好和平相处，然后呢跟他特别友好互动的这一面。他的路人之间跟大家一起跳舞啊，然后到四川的时候吃火锅啊、采耳啊、按摩啊等等啊，这是展示中国老百姓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间非常可亲可近的内容。你看到了吗？他的直播归纳起来就是这3类。
这3类不就是我们平时对外宣传过程中间最愿意展示的这3类吗？我就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奇怪，他怎么不去大凉山呢？那小朋友爬800米的高梯去上学的那个内容呢？他怎么不去那个大别山呢？他怎么不去看那个中国西部有些地区现在那个村子里头人都走光了，都是那个空心老人，然后老人之后有了病之后也没地方去看呢？他怎么不去直播那个内容呢？因为这些内容中国政府也不会允许他去直播。他怎么不去新疆呢？去直播新疆那面那餐馆里头那刀都用铁链子拴起来了，然后进广场要安检，进操场要安检，进这个商场也要安检呢？这些地方他怎么不去呢？他怎么不把这个内容展示给大家呢？因为这一部分中国政府也不会批准他直播。也就是说，他其实给大家呈现的这个中国啊，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中国，并不是说他看到的完全一个没有滤镜的中国。这是第3个方面。第4个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甲亢哥来了中国之后，中国的舆论怎么配合他呢？首先是有很多公众号、民间的自媒体夸赞，这甲亢哥在中国不得了啊！我看了一下这些公众号的文章，大概都有2个核心的元素。第一，必提马可波罗，说是新时代的马可波罗，700年前的马可波罗到了中国，描绘成了一幅人间天堂，把西方人都搞迷倒了。现如今甲亢哥来到中国，也展示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中国，这是一个因素啊。第2个呢，就是166个小时的免签政策，因为中国政府不是从去年开始对世界上这个几10个国家免签吗？免签不是来了很多外国的博主吗？然后在中国搞直播啊，搞着各种各样的视频呢。这2个因素在那些民间的公众号里头，你看都有。像我们这经验比较丰富的，一看就是这些文章啊是花钱买的。你以为他们会这么写吗？因为你自己这么写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这2个因素都放在这个公众号的文章里头去呢？这是民间层面啊。更重要的就是中央电视台，也包括人民日报，也对甲亢哥提出了非常高的点赞，包括中国驻美大使馆也专门点赞了甲亢哥，说这个新时代文化交流的楷模。当然了，我看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也给这个甲亢哥点赞啊，上当了。为什么呢？美国人还是不如中国狡猾，他以为甲亢哥到了中国之后啊，这些做法都是自发的，殊不知实际上这都是中国啊外宣部门呢精心选择的结果。你看那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我个人觉得也是为了甲亢哥这件事情专门定了调。4月3号这一天，人民网评写了一篇文章，叫《没有滤镜的真实中国，惊艳世人》。在这篇文章里，他讲到了，他说甲亢哥有3000多万的粉丝，到中国来搞直播，不仅仅看美景、品美食、赏文化，还体验各种先进技术。相较之前，在其他国家的直播里啊，没有抢劫，没有诈骗，处处都有中国文化的精彩，中国人民的友善，中国发展的惊艳。一个没有剪辑和滤镜的真实中国，很难不打动人呐。与西方反华势力长久以来的反华宣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震撼了无数国外网友，也让那些刻意丑化中国形象的人又一次破防了。人民日报写道啊，他说一个美国博主说，美国政府过去1年刚花了16亿美元抹黑中国，结果被一些个人网红在影响力上碾压了。这句话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中国很多篇文章讲到甲亢哥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美国政府16亿美元抹黑中国的事儿啊。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是去年美国啊，这个参众两院通过了一个法案，说啊，就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国际上搞宣传，歪曲事实啊。所以为了抵抗中国在国际上的歪曲事实，专门通过了这笔钱，对抗中国在国际上的虚假宣传。但是呢，人民日报说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美国政府啊花16亿美元抹黑中国。其实人家说的是中国主要在国际上搞歪曲性的报道。你看，这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儿。而且这笔钱呢，人家是5年时间16亿，中国现在很多报道都说了1年花16亿啊。紧接着他就讲了，他说灰色滤镜之下呈现的毕竟是乌云密布，罗织的必是叵测之心。然而真实的中国就在那里，什么灰黑滤镜就能遮掩的，花大价钱甚至动用政治手段搞蓄意诋毁的，短时期内可能混淆是非，扰乱人心，长期来看根本阻挡不了想沟通、想合作、想互鉴潮流、
所趋的人心所向。人民日标这个定调了吧？在我看来啊，就是在整个贾抗哥这个报道过程中间，还有一篇民间的报道非常重要，引起了我的注意啊。这篇报道啊，是一个叫“裤衩新传”的这个公众号写的啊，但他写的这篇文章叫《贾抗哥中国行》，今年最顶级的外宣。这篇文章开篇也是讲700年前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仿佛人间天堂，吸引全球的探险家来中国。现如今，随着中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逐步放宽，越来越多的国外网红博主开始来到中国进行 City Walk。贾抗哥的中国行，喝北京的豆汁儿，喝出了表情包，是吧？然后又来到了上海、北京啊，故宫、后海、长城，体验中国电车，乘坐中国高铁，饱读他的直播在海外爆火，在线人数达到几百万。紧接着他就开始总结经验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讲到了一篇论文，他说啊，贾抗哥之外，也有不少欧美博主来华，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来中国是这个样子的，也让国外的博主连连赞叹。在文章《打破扭曲镜像：群播时代来华博主的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一文中，作者写了一些分析的角度。他说啊，国外的网红博主的传播特点就是情感传播、具身传播、真实记录、体验式传播、撬动国际信息茧房等等啊，利用流量制造中国舆情等等吧。这里的之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在国际传播中，叙述主体的主动权进行部分让渡，有时会取得较好的效果。这句话挺有意思的。什么叫做叙述主体主动权进行部分让渡呢？说白了，就是说像贾抗哥这种人不是中国人嘛，也不是中国政府的员工嘛，他是外国人嘛。外国人他自己的叙述主体不是中国政府能控制的，但正因为如此，把这个叙述的主动权进行适当让步，还不是全部让步啊！如果全部让步的话，那 CNN 就来了 ，BBC 就来了，这些人通通赶走，《纽约时报》什么之类的，不能让他在中国进行报道。哎，就像这种所谓的网红，我们适当让步，就是让他以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起到的效果非常好。这篇文章看完之后啊，哎，我就说，那看来这篇论文有点来头啊，我就顺着去查了一下，这篇论文呢，不是叫《打破扭曲镜像：来华博主的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吗？它的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发表的地点呢有点来头，叫做对外传播。这对外传播啊，是中国的外文局下面原先有个叫国际传播中心办的一个杂志，现在这个国际传播中心上面的叫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这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有100来号人呐，有什么治国理政研究中心，有对外传播中心。这对外传播中心下面就有这本对外传播杂志。这对外传播杂志啊，我一看他那个写的那个论文标题啊，我才发现这是中国大外宣的理论阵营核心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对外传播2021年的3月期啊，它的目录是这样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认知变化的辩证分析，新形势下的国家形象传播，破解困局以开创新局面，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概念混淆与实践误区，制度话语权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看到了吗？你随便打开一期对外传播的杂志啊，标题全都是如此，就是专门研究中国这个国家形象如何在国际上进行对外传播的。所以这不就是大外宣的理论核心阵地吗？这本杂志啊也有一些顾问呢，这顾问呢像什么赵启正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主任做顾问呢。这本杂志啊，它不是外文局管的吗？这外文局的上级单位啊，其实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来代管。这本杂志的主管单位呢是国务院的新闻办，所以啊是非常有来头的啊。那么这些公众号过程中间为什么会引用这篇文章呢？而且这篇文章就是去年12月份才写的文章，基本上啊是完完全全研究的就是国外的网红到中国来进行传播的一个规律。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他说国外的这些网红啊，来华的网红啊，他说他不是传统上的意见领袖，而是特指在国际舆论场上那些能够非正式的影响他人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他人行为的个体。就是这些人，他不是那种传统的意见领袖，
但是它就是有影响别人能力的这个能量。他们不仅仅具备引导舆论的潜力，还能生成独到的见解，提出系统性、指导性的观点，甚至在国际舞台上制造和引导舆论。说得准呐！你看说这些网红，哪个是意见领袖？人家这个甲亢哥也没多少文化嘛，但是他到中国进行这种体验式的直播，潜移默化中就影响了外国的这个舆论对中国的看法，高明吧，是吧？你说研究，而且他还讲到了具体这些外国的网红到中国来，还有一些特点，怎么才能成功？第一，情感传播要以真诚换信任，就是你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必须有真诚的点。大家可以看一下甲亢哥里头是不是在少林寺的时候，在深圳的时候跟那女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是不是特别真诚啊？还有这个客观真实记录。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自己出镜引导国际舆论，这些网红你都必须通过自己出镜然后能够带动大家进入那种浸入式的那种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真实记录，客观打破西方的谎言，因为这种体验式传播它撬动了国际的信息茧房。每一位来华的游客都是中国信息潜在的传播者，来到中国城市之后，会通过社交媒体把自己看到的城市治理、支付方式、高铁体验、生活状态以及环境卫生等因素原本地传播到了国际舆论场。当然他这也讲到了，他说这里头也有一些风险。他说你比如说有一些国际的网红来中国，到了厕所里头哇哇大叫说不得了了，太臭了。他说你看把中国负面的给传播出去了还有一些国外的网红，因为来自于比较落后的国家，一到中国来就想哎呀太厉害了，我的这个国家太厉害了，让人看着也不舒服，度掌握的不好，反而让国际上产生一种撕裂。我看了这个论文之后，我就觉得中共现在在大外宣理论领域理论研究水平确实是国际领先水平。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我个人认为这种甲亢哥这次的中国行一定是跟中国政府有着某种非常这个隐蔽的合作方式，才取得了这个效果，你才看到了甲亢哥在中国的这些场的这个直播。最后呢，我还要再讲一下就是现如今中国的这个大外宣确实有一些新的特点，以甲亢哥这样为代表。第一个方面就是我说的，也是那篇文章里头讲到的，就是叙述主动权的适当让步。所谓叙述主动权的适当让步，说翻成大白话，就是让外国人来夸中国，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夸。因为中国人自己夸，外国人不信嘛。还有外国人呢，他讲英语嘛，讲外语嘛，外国人也看得懂你比如说这些年有不少那郭杰瑞，我是郭杰瑞是吧？在网上那郭杰瑞不是做了很多节目，大家都知道这郭杰瑞就是大外宣，是不是？还比如说那个斯拉夫是吧？斯拉夫就是哎呀中国厉害了等等，就这些其实都是适当让渡，就是这个叙述主动权的典型案例。其实这一点共产党非常的了解，也非常的娴熟。中共一开始起家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在延安是吧？那当时斯诺写过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嘛，美国人嘛，他写的这本书后来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极大的引起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那你想想，这不就是外国人干的吗？老毛当时就说了，我们作为一个主人，要把房子打扫干净，让外国人到我们来做客。言下之意就是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好的一面，让外国人帮我们来做传播，效果大的好。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适当让渡，所谓叙述的主动权。第二个方面就是国外这些博主看到的都是中国政府想让你们看到的内容这个人民日报说没有滤镜的真实中国什么有魅力，那都是瞎扯的，怎么可能没有滤镜呢？你不要认为一镜到底就是没有滤镜那这个甲亢哥为什么不去直播大凉山里头那些孩子呢？为什么不去直播那中国福利院里头那些孤儿呢？为什么不去直播那农民工呢？为什么不去直播那在那个失业的那些卖滴滴的那些打工者呢？那些都已经被中国政府给控制起来了，你想看也看不到，你看到的都是流光溢彩，看到都是繁华似锦的那个城市建设的场景，这些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所以这些信息本身虽然不剪辑，但也不是一个没有滤镜的中国，是另外一种滤镜。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国的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主动涌到全台，而是中国搭台
然后让外国网红来唱戏。你看到了吗？中国的这些民间的公众号，在周围给你拱火，通过公众号的方式进行那种看似民间的自发传播。那传播到一定基础之上呢，人民日报再出来定调，说你看这就是民间交往，民心所向。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比央媒自己直接出马要高明。就是让你看到吗？现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跟贾抗哥自发的在那沟通，自发的演绎了一场民间街头上的那友好的那一幕。殊不知这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如果你要看不到这贾抗哥背后看不见的这只手那你可能就真的掉进了中共的宣传陷阱里面去了。所以在我看来，贾抗哥再次在中国的这个演进之行虽然他作为一个网红他这种商业操作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国际媒体，一定要擦亮眼睛。贾抗哥看到的中国可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在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些中国就在我们王局拍案里头每天在演绎着。所以要了解真实的中国，不仅仅要看贾抗哥，还得看我们王局拍案。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My first suite in the forbidden. Nobody cares about Ronaldo. 有功夫来中主，是香港风流。 Speed, it's my absolute pleasure to have you come to Chongqing because Chongqing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You know, we're gonna have fun. You a dancer? Yeah, up there. You can see the real true city. Yeah, but please see you fight. Oh, leave. Okay. Yo, China's crazy. Oh my god. Oh my god. Unicorn is sinking. Yeah, Chinese.